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最近，公安部户口登记清理整顿工作会议当中，披露了全国总共清理整顿注销了重复户口达到106万1千个，查处了伪造买卖户口证件案件149起，清理了涉及案件的民警46人。那么公安部的领导也表态，只要是涉及这类问题，凡是公安队伍当中的民警涉及这类的案件，那么一律要清除公安队伍，即使是退休，也要把他抓回来重新问责。我们的户口，我们的身份证是一人一号的，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漏洞呢？重复户口，也就是说一个人呢拥有多个户口，拥有多个身份证。你比方说陕西神木那位著名的房姐龚爱爱，拥有4个户口，4个身份证，然后在北京呢拥有41套房产，总共加起来近1万余平米。很多人一听到这样的事儿呢，条件反射的思维是呢，这一定是腐败案件，这是民警系统里的腐败分子造成了这个重复户口，来占国家的便宜，来规避政策的限制。但是咱们必须首先得说明一点，这106万1千个重复户口当中，它不完全是由腐败分子一手推进的。那么这一点呢，咱们首先得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给大家理清楚。这些重复户口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我们以前的户口管理呢，不像现在电脑录入，是手工登记的。建国以后，我们也知道基层工作的搞手工登记的这些人，无论是这个乡镇的工作人员，还是派出所的内勤，就是户籍警，有很多人呢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在过去户口登记的时候呢，弄错了、弄漏了、弄重复了，出现的问题。这个其中有几个节点值得我们关注，就是1997年以前呢，乡镇的户口呢，就农村户口呢，是由乡镇一级的这个干部来处理，不是由公安系统处理。那么97年以后呢，都交到公安系统去管理了。那么这个时候从乡镇那边要过来资料，公安系统在登记。这个时候由于原来写的就不规范，字迹潦草，拿过来之后呢，按这个登记呢，在工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进一步的错漏。所以在1997年前后呢，出现了登记过程当中重复户口的现象。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呢，由原来手工登记的都改成电脑录入。这电脑录入呢，也是由于人力有限呢，也是我刚才说的原因。那纸上写的就不清楚，录入过程当中更容易出现错漏。所以这2个节点是出现重复户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有一个2006年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之前的人口普查，我们没有一个大数据库。2006年以后呢，我们人口普查呢才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库。结果在这个补录户口的时候，比方说某个女人嫁到外地了，由于当时呢没有个大数据库参照，给她就落户了，而她原来所在地方呢，娘家那边呢还没有注销户口，所以这也是一个出现重复户口的节点。那么这还仅仅是呢由于工作过程当中不细致落后。另外还有呢，我们整个现在的目前的户籍管理系统不够先进，很多时候联网程度也不够，互相查询的能力也比较低。现在可以说非常明显的是，我们的户籍管理这套的电脑系统没有现在银行的储户管理系统那么先进，就这块升级换代这块咱做的是不够的。另外还有一些由于政策的原因造成的。你像我记得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集资办农业振兴经济为由，一个地方可以你这个农转非，原来那户口也没有注销，这就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户口，而且这个重复户口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咱们政府就出台了一个制止一些市县买卖城镇户口的通知。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不少地方还依然在卖这个城镇户口呢。这方面出现过很严重的后遗症。当年我记得吉林的新文化报上报道了一件事，说吉林的靖宇县呢有一个逃犯叫江振林，他当年就是通过这个办法，他是个杀人犯，买了一个城镇户口，然后用这个城镇户口长期的有了合法身份，逍遥法外，甚至可以呢到国外去打工，
所以就当年这个现象非常严重，在当时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呢，卖了很多城镇户口，完农村户口没注销，事实上形成2个户口。还尤其有一些地方，包括农转非呀，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啊，地方的土政策造成了很多人有了城镇户口，但农村户口没注销。而后来这些年呢，我们知道这个农村户口本身呢，它涉及到宅基地呀、拆迁的等等问题，很多人更不愿意放弃这个农村户口了，甚至有人呢要用这个户口呢冒领一些惠农资金。就人为的因素在这里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有一些城市呢，有一些这样政策，咱们都很熟悉了，就是你买我的房子，我让你入户，给你个户口。有的时候呢，买房子给户口，或者是为了子女升学，在这儿我买套房子，我这户口呢到这儿是为子女升学，我原来那地方户口呢就迁出地，等于没有去办，那户口还在那。所以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夹杂到一块儿，咱们就不难看出来，就形成了很多地方出现了重复户口现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历史遗留问题。这次公安部召开这个户口登记清理整顿工作会议，一个重点是呢，防止公安系统内部由于腐败问题和外部的人勾结，然后故意制造重复户口。就是我们说这个重复户口呢，不是制度原因，不是管理落后，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那么人为因素是现在户籍管理过程当中出现重复户口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看咱们说这个公安爱这个事儿，他4个户口买了这个41套房子在北京。就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呢，首先他提供办理户口的材料涉嫌虚假材料，也就是说办理户口这人提供的办理户口材料是假的。最后一查有4个民警户籍警帮他办这个事儿，他总共是拿了60万，其中有40万给了一个民警了，他就把户口就给办出来了。就这里边里应外合，这个内应是最关键的，内鬼是最关键的。现在有很多地方一出这个事儿，你看总结教训都是个别民警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什么什么。其实这哪是他不认真呢？这是他有意不认真，故意的这么内外勾结。他这关一过就都行了。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呢，户口迁移他首先得满足这么几个条件，比方说这个夫妻之间我投奔你，你投奔我，父母和子女之间互相投奔，还有个人立户，这么几种情况。他需要提供的材料呢，往往是房产证明、夫妻关系证明，还有这个户籍证明。也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从北京要去天津，这个天津那块儿的派出所呢表示接收我这户口，然后北京这边给我往出迁，它是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要提供这几种材料呢，你比方说房产证明，以前手写的很容易造假，现在这个打印的联网以后就不大容易造假了。但是你看这个夫妻关系证明，这就是结婚证，结婚证是民政部门那边的，但现在民政部门的这个婚姻管理系统呢，它和这个公安局这块的户籍系统之间不联网，所以公安部门是很难通过这个来查实你这个户口本上的这个夫妻关系是不是真实的，你到底有没有结婚证，受不受民政部门认可。当然了，我们说迁入户口、迁出迁入涉及的环节比较多，往往造假过程当中呢，它牵扯利益方也多，不太容易整成。比较常见的呢是补登户口，就是借口说我这户籍没了，你重新给我补一个吧。就是你所在这个地方的派出所，我要在这儿登记户口，得派出所先给你办，这派出所里的内勤就户籍警啊给你办这个事儿，然后得往上报，你得呢派出所所长签字，然后区域级的这个公安分局的局长来审批。现在这个过程呢都能在电脑上操作完成，审批者呢只需要在电脑上签署同意，这事就过去了。有的时候是关系弄明白了，基本没有说审批那会儿不通过的给驳回的时候。所以这个补登户口这一块它的漏洞是特别大的。那有的说重复户口都什么危害，这个危害可太大了，它直接影响的公信力，造成的权力寻租。你看咱随便说几个例子，你看看现实当中有些新闻你就知道这重复户口有多大作用。它能让领导干部的孩子吃空饷当公务员拿工资了，因为另一个户口年岁也高了，给他办工作关系吃空饷了，
在现实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些贪官转移资产，就通过这种方式，我有多个身份，我可以不受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限制。再有的经商的人办多个户口和身份证，用一个身份证我去签合同，用另一个身份证逃避债务，钻金融制度的空子。就这样重复户口在现实当中的危害是特别特别大的。而且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基本上主动办理重复户口的人，没有人是干好事的。他为啥要办重复户口？保准有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你就像公安案办那么些重复户口干嘛？为买房子。你一查处，每一次重复户口背后都意味着一座金山，这座金山就是腐败带来的。我基本上是没有看到说我再多想办户口是干好事的。当然有的人说我迫于无奈，我子女入学我都过不了这关，那不也是违背政策吗？那不也是逃避政策的限制吗？它同时意味着很多人通过这些假户口、假身份证拥有了特权，甚至可以逃避法律的惩处。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在我们社会啊，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你看那个原来天津师范大学那个女学生罗彩霞，她要去办这个银行卡的时候，发现呢自己的所有信息都被一个同学给冒认了。这个同学顶他的名字上大学了，因为他爸爸在公安局上班，弄到了户口迁移的证明，假的，然后给他办成。你这种事情，你说如果出现多了，那你说这个社会公信力还怎么体现？所以这些事情办重复户口现在来看，大多数跟掌握着权力的一些贪官有直接关系。你像山西长治市的那个公安局副局长叫樊宏伟，他有8个身份证，这8个身份证干嘛用的呢？用来转移自个儿资产。他的名下财产太多了，贪的太多了，哎，我这一个那一个分到各个名下。你这些年我们通过对这个腐败事件的报道，你发现好多贪官都拥有多个身份证。他用这重复户口干嘛呢？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分散自己的财产。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纪委管得也很严，就是说关于财产申报制度这也逐日提上日程。那么以往呢殚精竭虑的呢把这自己名下贪这些财产搁到儿子那儿，搁到女儿，搁到哪儿，这是一种洗钱。这洗钱很费事，那么你要办多个户口多个身份证，这洗钱就变得容易了。所以这个只要是一些官员办这个重复户口，他往往都带有洗钱逃避法律追究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的人就买房子，但买房子我们知道现在这个1、2线城市啊，房地产升值比较快的地方它限购。那么如果能够办理多个户口和身份证，不就逃脱了限购的这种限制吗？所以很多人办重复户口，他的目的在于买房子，让自己的财产升值保值。所以说到这儿呢，咱就不难发现，这个户口本身呢，身份证本身，它为什么很多追逐不法利益的人看重它呢？是因为这个户口和身份证负载着太多的一些子女入学、接受教育、工作甚至呢还有其他说不清楚的一些福利，一些隐性福利都跟户口拴到一块了。你拥有这个地方户口，可能这个地方的一些特殊的福利你就有，农村户口也如此。这些年农村户口有的比城镇户口都吃香。为啥？农村这一卖地这个宅基地补偿，又涉及拆迁、农地补偿、农地流转，使很多人农村户口也成了香饽饽了。所以在农村户口上也附着了这么多利益。所以就是由于户口上面附着的利益太大了，它才成为权力寻租盯上的一块肥肉，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出现重复户口的一个重要的利益驱动。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那你看来要制止这个现象，很多人就认为就应该都走这个居住证啊。那其实说这个话的人呢，是对中国目前的国情发展了解不是太多。为啥呢？咱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咱得说我们这户口是怎么来的。咱们国家是1958年开始出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但其实户口登记条例呢是54年、55年这条例就出现了，但是一直没正式公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建国之后我们发生了很多新的状况。就在1953年呢，我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前后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大量的农村的人口开始往城市流动。
在1953年的时候呢，政府出台了一个关于劝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你看，盲目流入城市，盲流这词儿就是从这个通知上来的。盲目流入，说为什么限制他盲目流入呢？咱们当时新中国刚刚是建立，粮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多人呢，好几亿人呢，怕吃不饱啊。所以当时呢，分成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农村户口呢，你自个儿这个种粮食，你自个儿吃，自给自足；城市户口呢，要吃商品粮，就我们说的供应粮。如果你大量的农村人口都进入城市，不限制的话，那么城市里吃商品粮、供应粮的人口就会膨胀。这一膨胀，国家没那么多粮食，就容易出现粮食灾荒。我小的时候记着，我们当时每个人口粮，我当时是27斤半，完了家里大人有30多斤的，这样，就它是严格的这个供应粮。你记得我们以前的户口吗？一方面户口，一个叫供应粮，这两本，这两个是一体化的。就是如果你当时不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咱政府分配商品粮就没法分配了，就分配这口粮。所以说计划经济时代必须得有户口，没户口你资源都是国家给分配，你如果没有户口做依据，那就乱套了。那说现在用不着了，你看有些西方国家人家那都废除了，就没有户籍，那自由流动，那原因是他们城乡差别不大。但眼下中国你看城乡差距依然很大。那么眼下重复户口这现象，除了我们说抓公安系统内部的腐败以外呢，更主要一点呢，就是不要让更多的福利依附到这个户籍上。所以我们说现在中国的诸多现象，它的改革和推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它不是哪一个环节你单独拿出来一下子就闯关了，而其他地方都不动你就能成功。所以为什么说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一点就是所有的环节都是连到一块的，牵一发动全身，你不是整体动作，单动哪一块恐怕都动不得，最终效果也不会好。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